台湾拥有超过200座以上3000公尺的高山，而其中的合欢群峰更是被誉为最亲民的百岳。每年的4月到5月，这边的山坡上总是盛开着满山遍野的高山杜鹃花，鲜艳的花海与壮丽的山景所构成的画面，更是吸引许多人前来拜访。今天我们就要前往合欢北峰，一睹这每年难得一见的美景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出发喽！今天的目标就来北峰走一下，主要目的就是看有没有花可以看。然后如果时间够、体力还不错的话，我们就顺便再去看一个这个北峰圆柏，还有这边有一个北峰的合欢之蛇。好 ，OK， 那就这样，好，待会见，拜拜。从小峰口停车场徒步到北峰的登山口，大概是500公尺的距离。至于这边为什么是小峰口吗？听听这个声音就知道了。那今天的路线也很单纯，就是这样子一路哒往上走上去就对啦。它就是很天然的步道，就是很多这种比较自然的，它没有那种像铺好的木栈道的样子。这是踩永脚。直接就这样上去了。北峰的步道前1公里基本上都是上坡，所以也有人戏称它是北峰枯坡。不过我自己倒是很喜欢这样子自然又原始的路线。那这根是0.9公里的位置处，所以呢，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山头到了之后，上面还有一个山头，再加油一下，这是最后的100公尺啦，加油！好不容易爬完了这1公里的上坡，别忘了停下来，花点时间好好欣赏背后的那片风景。过了反射板之后的北峰的路啊，就变得比较平缓了，但是路还是就是这种碎石比较多一点。随着我们离三角点越来越接近，美丽的高山杜鹃也开始出现在我们的眼前。明明就已经来过北峰很多次了，却还是第一次被这样的美景给惊艳到了。今年北峰的杜鹃真的是盛开的蛮夸张的。那因为它的开的地方是在它的另外一侧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往前面往合欢溪前面一些，然后找那个切下去的小径，就会看到一整片。OK，let's go。我们刚刚从北峰上面走下来，那经过反射板之前呢，我们走了一条以前的一个日据时代的警备道路，所以它沿途都会有这种像这个
铁杆，还有一些以前那种铺的那种电线的设备，所以沿途还会看到一些缆线，就是一路向下骑。看到走在合欢北峰步道上的人，小小一个，其实还蛮可爱的。过景备道路，慢慢的往快要接近回北峰0.9公里处的时候，就会看到这个地方有个尖尖的，这里这个地方有尖尖的，这个我戏称它叫合欢山之蛇啦，它应该有一个正式的名字，但是它真的跟挪威的恶魔之神有点像，但是缩小版、迷你版很多。对，我们等下去到那边再给大家看一下。各位观众，北峰之蛇，如何？是不是跟挪威的恶魔之蛇十分相像呢？不过人家的尺寸可是要大得多了。从刚刚的合欢山之蛇往下走一小段，不用太久，顺着路径慢慢往下走，然后在路径的右手边就会看到一棵树形非常漂亮的玉山圆柏。可别小看这一棵玉山圆柏哦，要知道玉山圆柏它的直径要长1公分的话，可是要花上22年的时间呢。合欢山北峰步道真的是我很喜欢的一条健行路线。撇开花季不讲，就算只是爬上来看看周围壮阔的山景，也绝对都值回票价。所以有机会的话，千万不要错过喽！我是龟大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